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不适合午餐吃的食物这个课题。我将基于科学依据，向大家解释哪些食物不适合在午餐时间食用，以及原因是什么。首先，我想问一下大家，您通常午餐都吃些什么呢？对于在公司工作的人来说，许多人可能会选择去附近的快餐店，或者在公司的食堂解决午餐。也有一些人会去便利店买些便当或小吃来充饥。经过一上午的辛苦工作，大家都期待着午休时间吃点美食，补充能量，为下午的工作做好准备。相信很多人都带着这样的心情去享受午餐。然而，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体验：在吃完午餐后，精神状态反而下滑，工作效率持续下降，注意力不能集中，甚至感到困倦，从而影响到了下午的工作进度。为了对抗这种午后的疲劳，不少人还习惯性的在午餐后猛喝咖啡来提神。事实上，的确有一些食物在午餐时食用后，会让人感到困倦，或者降低注意力。如果您经常在午餐后觉得精神不济，今天我介绍的这些食物可能正是你午餐菜单中的常客。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您平时的午餐，看看有没有摄入这些食物。首先，我要给大家一个明确的建议：午餐时要尽量避免富含饱和脂肪酸的食物。饱和脂肪酸是一种脂类，主要存在于牛排、汉堡等肉类食品中。此外，饱和脂肪酸也广泛存在于使用大量鲜奶油或黄油制作的甜点、蛋糕、巧克力、奶酪，甚至方便面等加工食品中。所以，如果您的午餐是方便面加上甜点的话，毫无疑问您摄入了大量的饱和脂肪酸，所以必须特别留意。同样的，午餐吃炸猪排饭、牛肉饭，或者在家庭餐厅点牛排或汉堡的朋友们，也需要警惕。另外，饱和脂肪酸还大量存在于咖啡伴侣中，因此午餐后如果喝加了很多奶油的咖啡，也可能会让您在下午感到困倦和精神涣散。接下来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项2020年的研究，它探讨了高脂肪饮食对注意力的影响。在这项研究中，研究人员将51名女性参与者分为两组，一组食用了富含饱和脂肪酸的食物，另一组则摄入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。在用餐5小时后，研究人员对他们的注意力进行了测试。之后，两组参与者互换了食物类型，前一次食用饱和脂肪酸的组改为摄入不饱和脂肪酸，而前一次摄入不饱和脂肪酸的组改为摄入饱和脂肪酸。研究人员随后再次测试了他们的注意力表现，结果显示，食用大量饱和脂肪酸的参与者，其注意力水平比摄入不饱和脂肪酸的情况下降了11%。这表明，饱和脂肪酸可能对注意力产生负面的影响。这项研究清楚地展示了，同一个人在摄入不同类型的脂肪后，注意力表现会有所差异。摄入饱和脂肪酸后，注意力会显著下降。因此，如果你午餐后经常感到困倦，难以集中注意力，或者工作效率降低，很可能是因为你午餐中吃了富含饱和脂肪酸的食物，如牛排、炸猪排、甜点等。如果您发现自己有类似情况，不妨试着减少饱和脂肪酸的摄入，看看是否能有所改善。虽然每个人的体质不同，效果因人而异，但对于某些人来说，减少这类食物的摄入可能会显著提高下午的工作效率。事实上，在我了解到这项研究之前，我也通过自身经验发现，午餐如果吃了富含饱和脂肪酸的食物，比如意大利面或咖喱，下午往往会感到非常困倦，注意力和集中力急剧下降。因此，我特别注意在午餐时避免摄入过多的饱和脂肪酸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一下饱和脂肪酸。尽管饱和脂肪酸可能导致困倦和注意力下降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完全有害或者不应该摄入的。事实上，饱和脂肪酸对身体的正常运作非常重要，适量摄入是必须的。它是我们能量的主要来源之一，每克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各含有4000卡热量，
而每克脂肪则含有9000卡热量，远高于其他两者。因此，脂肪，包括饱和脂肪酸，是一种非常高效的能量来源，能帮助我们的身体维持正常的功能。此外，饱和脂肪酸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，就是它有助于防止脂肪的过度积累。这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，摄入脂肪为什么还能抑制脂肪的积累呢？大家可能对近年来流行的 MCT 油会有所耳闻。MCT 是 Medium Chain Triglycerides 的缩写，中文翻译为中链脂肪酸。中链脂肪酸属于本次讨论的饱和脂肪酸之一，而 MCT 油则是从椰子或棕榈树中提取出的中链脂肪酸制作而成的。MCT 因其多种健康益处受到广泛的关注，例如，与一般油脂相比， MCT 更容易被消化吸收，并且能迅速转化为能量，有助于抑制体脂肪的堆积。中链脂肪酸通过门静脉进入肝脏，并迅速被分解成能量，因此更不易在体内堆积。与普通的油脂相比， MCT 的分解速度约为其4倍，能更快地转化为能量。比如，一项针对于肥胖女性的研究表明，在每日摄入热量限制为2200千卡以下的情况下，参与者每天摄入8.9克中链脂肪酸，1至2周后，体脂肪的积累明显受到了抑制。另一项针对肥胖人群的研究中，受试者在减重指导和热量限制的基础上，每日摄入18到24克的中链脂肪酸，在经过16周的观察后，体重、总脂肪量以及躯干脂肪量都有显著的下降。因此，市场上关于 MCT 油有助于减肥和 MCT 油对健康有益的宣传，正是基于这些研究的结果。在美国名医教您如何通过终极饮食减掉内脏脂肪一书中，也提到了 MCT 油的优势，称其为能够燃烧内脏脂肪的超级脂肪。书中作者医学博士马克海曼指出，椰子油中的中链甘油三酯 MCT 可以降低总胆固醇与 HDL 胆固醇的比率，帮助减轻体重，甚至有助于治疗肥胖引发的脂肪肝。此外， MCT 作为一种特殊的饱和脂肪酸，还具有抗氧化和抗菌的作用，能增强免疫系统。由于 MCT 容易在体内转化为能量，因此几乎不会以脂肪形式的储存，有助于燃烧内脏脂肪并减轻体重。此外，有研究报告指出， MCT 还有抑制食欲和加速新陈代谢的作用，因此将 MCT 作为日常饱和脂肪酸的摄取来源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MCT 油不易氧化，非常适合烹饪。同时，草丝黄油同样是获取饱和脂肪酸的优质食材。许多人可能听说过饱和脂肪酸会提高胆固醇，不应该摄入这种说法。对此，马克博士在书中提到，过去我们认为肉类和黄油是不健康的，主要原因是饱和脂肪酸可能会导致胆固醇的上升，进而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。因此，人们曾相信减少饱和脂肪酸的摄入有助于降低心脏病发作的概率。这个逻辑似乎很合理，但实际上，多项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这一观点。现如今，许多专家认为饮食对胆固醇水平的影响非常有限，大部分胆固醇是由肝脏自行合成的，饮食控制的部分仅占总量的约10%。因此，现今的主流观点是，即便食物中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，也不会显著影响胆固醇的水平。希望今天介绍的这些信息对你会有所帮助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